看到萌兰朝季奶爸飞奔而去，才明白父子俩分离后萌儿有多思念对方。自从季奶爸不再是萌兰的饲养员后，萌儿便很少能看到他。这天，萌兰嗅闻到奶爸的味道后，原本在营业的她毫不犹豫奔向窗口，隔着铁丝网也要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但萌兰看到季奶爸忙碌的身影后，又化身乖宝宝坐在石头上默默等着。要知道，萌兰和自己的亲奶爸距离上次隔墙遥遥相望后已经有1周，难怪萌儿这次的反应会这么大。前段时间北洞对季奶爸的工作安排进行调整，萌兰不再有主管饲养员，而是被众人轮流照顾。这也只是北洞的无奈之举。只因不良粉丝打电话要求季奶爸离开，熊猫饲养员被游客乱投诉的事件屡见不鲜。可这群黑粉们却从未想过，他们化身键盘侠抨击奶爸后受苦的还是萌兰。毕竟季奶爸才是宝贝最信赖的饲养员。别看吉奶爸的热度比不上其他奶爸，但他对熊猫的细心却有目共睹。当萌兰在外场上班营业的时候，季奶爸还拿着切成块的小竹笋投喂宝贝。本以为对方吃完后会一屁股走熊，结果接收到奶爸爱意的好待儿竟然一动不动。他只想待在门口和自己的奶爸唠嗑。季奶爸深知萌兰性格开朗，喜欢亲近两脚兽，即便自己工作再忙，也要经常去外场看望孩子。这小子每看到奶爸都会主动撒娇，老季看到后也会忍不住隔着玻璃摸宝贝的下巴。萌儿前些天沉迷于挖地道，这小子挖出塑料纸后抱着仔细研究时，也是季奶爸守护在宝贝身边，生怕这小子一不小心误食酿成惨祸。当他看到萌兰在寒冬腊月天也要上班，还会贴心的将毛巾铺在秋千上，只可惜萌儿不解风情，本是保暖用的毛巾竟粘在屁股上成了屁脸。本以为老季就此放弃，结果奶爸又尝试将毛巾挂在木桩上，充当好待儿干饭时的小靠背。萌兰的后勤工作全是季奶爸一个人操心，宝贝干饭后散落一地的竹笋，扔地满院子乱七八糟的玩具，都是他在萌儿下班回家后默默收拾。而萌兰的懂事乖巧也只存在于季奶爸。只见大萌儿毫无形象的躺地上大快朵颐，可他下一秒被奶爸看到后，赶忙做起来干饭，一秒化身优雅男明星。只希望熊猫圈能少点键盘侠和饭圈粉，还给萌儿和季奶爸当初安静美好的时光。福宝刚到家就开启自嗨模式翻跟头，富二代女儿和他的奋斗老爹有多相像？只见福猪猪在内设展示自己的招牌动作，看起来活泼开心，丝毫不怯场。本来姨姨们还担心宝贝不习惯国内的生活，没想到小家伙的适应能力和他老爹有了一拼。要知道乐宝是出了名的心大，当年这小子从山东回四川老家的时候，乘坐的全震动敞篷皮卡，这一路路程颠簸，小风呼呼往脸上吹，他依旧止不住嘴努力干饭，硬生生干出了吃完这顿没有下顿的架势。直到乐宝娶走白富美爱宝后，财富凭女归为自己的孩子们攒下一份家业。难怪福宝回家乘坐的是无震动货车，就连车厢周围都贴满公主的美照。原以为小家伙会美美享受富二代生活，哪曾想基因觉醒的福宝才刚落地就拿起竹子哐哐直炫，小眼神还乱瞟着四周，内心 OS 这群两脚兽可别耽误我干饭。当福宝看到来一大群接机的姨姨们，非但没出现任何的应激，还咧着嘴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新世界。没想到宝贝回家后的第一次露脸就如此顺利。然而小家伙回到自己的隔离内设后，一进门就迈着自信的步伐直奔走向美食区，还一口叼住小苹果大快朵颐。看来福宝已经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到韩后揣手拘谨的乐宝都比不上闺女的适应。相比之下，其他小熊刚回国都社恐到畏畏缩缩，只能说虽顶着公主名号，但福宝可不是一般的好养活。不过父女俩的基因遗传远不止于此，要知道乐宝每次干饭都要豪横的搭手放狗，即便他们从未见过面，福宝也能有样学样，和老爹的坐姿一毛一样。就连乐宝小时候最拿手的空中跃跃，福猪猪也能完美复刻。小家伙一言不合就爬上栏杆吓唬爷爷。或许是因为这股子神秘力量不断驱使，老爹也在一大早化身蝙蝠侠展示自己的平衡。父女俩还都很喜欢吃院子里的自助餐，每次偷竹子都是同款生拉硬拽，背影也是一模一样。别看乐宝和福宝拥有浓眉大眼的高颜值，可他们私下里却一个比一个懒，一回到内设就躺着吃竹子。然而爱宝绝对是最大受害者。乐宝当年去他院子里熟悉气味时，竟然用拉完青团的屁股在木架上四处标记。福宝也喜欢在妈妈脑瓜上蹭屁股，只能说福宝和乐宝的相似之处，任谁看了都得感叹一句基因的强大。小奇迹究竟有多大的魅力，竟被韩国园长一眼看中。近日福宝回到神树坪基地和仔仔做邻居，而小奇迹的高颜值和社牛性格也吸引到前来参观的韩国园长和江爷爷。只可惜小奇迹和福宝有血缘关系，不然估计这两位海龟大熊猫会喜结良缘。要说小家伙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喜欢，还是因为他回国后被精心照顾，在爱包围下的仔仔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当小奇迹准备出门营业的时候，王奶爸还特意提前来到内设给宝贝加餐，还将苹果一口一块喂到嘴边。尽管外面的游客急不可待，他也坚持让仔仔安心吃饭不被打扰。直到小家伙上班和粉丝开见面会时，奶爸还在小窗口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孩子。小奇迹像是心有灵犀般，
察觉到后也趴在门口找对方。宝贝依赖对王奶爸的依赖早已是有目共睹，然而仔仔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也被奶爸认真对待。他担心师傅给宝贝消毒不够仔细，会亲自背着好几斤重的工具在外场工作。王奶爸还很照顾小家伙的情绪，将熊猫当成人类幼崽来对待，经常语重心长地和对方唠嗑讲道理。看到小奇迹的乖巧模样后，他还忍不住温柔地揉一下好大儿的脑壳。而狼奶妈也是很细心的饲养员。前几天小奇迹的院子正在施工改造，在内舍的仔仔难免被噪音所打扰。奶妈专门将竹子放到另一个房间，引导孩子离开。她还亲自在外场监工，生怕小家伙日后的玩具出现纰漏。当小奇迹在外场玩耍时，即便狼奶妈在内舍打扫卫生，也要探着头偷偷注视着对方。看来她对仔仔的喜爱早就溢于言表。这天，宝贝不小心将桶飞弄倒，巨大的声响吓得他趴门口找饲养员。奶妈得知后，第一时间拿来笋笋，蹲在小窗口边安抚小奇迹边耐心投喂。难怪小奇迹的性格会转变得这么快，回国不到半年就放飞自我。当他看到绿树成荫的新草坪后，开心到飞起，直接表演倒立表达喜悦，就连走路的时候小屁股都一扭一扭的。即便游客人山人海，宝贝也毫不怯场。小家伙还趴在木架上微笑吐舌头，这卖萌的小表情直接引得游客们一阵惊呼。然而毛孩子还研究出花式翻滚技能，原本还躺在小水池泡澡的他，一言不合就顶着大脑壳翻滚到草地上。只能说宝贝知道被爱的滋味才会彻底撒欢，难怪小奇迹能成为熊猫圈的万人迷。谁能想到这一次挥手竟是永别？这是谭爷爷最后一次呼唤宝兴。宝兴！宝兴于2021年6月24日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诞生。他从小就是小二班最听话的小熊，奶爸只要一声呼喊，宝兴绝对是第一个回家的。即使一不小心跌进泳池里，也阻挡不了宝兴奔向奶爸的身影。除此之外，他还非常聪明，吊绳上的胡萝卜够了够不到，宝兴会机智地爬上树把胡萝卜拽下来。宝兴还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小熊，会照顾其他的小熊，尤其是妹妹金宵。一次金宵非要爬树，宝兴看到后觉得太危险，立刻阻止妹妹，但金宵就是要爬。趁哥哥不注意，一下子就窜上去了。宝兴不放心，只好也跟上去。他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高的树，因此非常害怕。但为了保护妹妹，他还是爬了上去。眼看金宵已经爬到了大树之巅，宝兴紧随其后，坚持让妹妹下来。妹妹看他太莫熊，无奈就下来了。然而宝兴却惨了，上树容易下树难。他被这样的高度吓得不轻，在树上待了1个多小时，才鼓起勇气向下攀爬。下来后，宝兴腿都软了，坐在树桩上。而这样暖心的小熊却抵抗不了病魔。不久后，宝兴突发异样。一天，在其他小朋友都回家后，向来最好收的宝兴却一动不动地趴在木架上，直到谭爷爷过来喊他，他也不肯跟着回去。谭爷爷只好拿来小苹果引诱他。然而宝兴走一步退2步的情形，让谭爷爷顿感不妙。后来宝兴每走一步，都好像在经历巨大的痛苦。就连迈上台阶都很吃力。那天之后，宝兴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起初大家都以为宝兴只是简单的病魔，还在期待着再次见到这个小可爱。谁知半个多月过去了，宝兴依旧不见踪影，大家才渐渐感觉到不对。于是3月21日，有记者向成都基地打去电话，询问宝兴的近况。没想到一位工作人员回应称，宝兴已经去世，但死因尚且不明。同日深夜，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发文，确认宝兴去世，并公布了初步判定的死因。2023年3月初，宝兴就出现了嗜睡、拒食等症状，初步诊断为急性重症胰腺炎。经历长达10几天的抢救无果后，不幸离世，年仅不到2岁。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一些不理智的网友因为太过痛心，甚至网暴饲养员谭爷爷，说他没有照顾好波宝。要知道，宝兴是谭爷爷从小喂到大的孩子，宝兴离世最难过的一定是他。一些人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网暴饲养员？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好好管管那些乱投喂的游客。听说宝兴就是因为误食了游客投喂的食物，才突发疾病去世。所以作为观赏者，可以不爱，也请不要伤害。希望温柔善良的宝兴去了潘达星球也一定要快乐。这是第一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猫。熊猫妈妈刚生完宝宝，立刻就把孩子叼了起来，动作温柔又小心，接着放进自己的怀里，双手紧紧抱住，帮宝宝把身上的羊水舔舐干净。被妈妈抱着的宝宝也终于安静下来。看到这一幕，饲养员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熊猫宝宝，我们特别派专家团队前往比利时前去指导。接下来要检查下宝宝的身体状况。熊猫妈妈说什么也不给，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不过让人诧异的是，她居然允许饲养员近身，可见饲养员平时对熊猫妈妈是很好的。为了顺利取出宝宝，饲养员们只好准备了一些蜂蜜。奶爸抚摸着熊猫妈妈怀里的宝宝，并没有急着拿出来。奶妈这边把蜂蜜涂抹在手上给熊猫妈妈吃。熊猫妈妈终究抵挡不住蜂蜜的诱惑，开始吃了起来。然而她一边吃着蜂蜜，一边还看着自己的宝宝。奶爸为了让熊猫妈妈有个适应的过程，并没有强行带走宝宝。过了好一会儿，眼看时机成熟，才拿走了宝宝。接着到保育室给宝宝做检查。
先给宝宝喂了一些奶水，接着帮宝宝排便，在奶爸奶妈的精心照料下，宝宝健康的成长着。1个月后，宝宝身上的毛色已经黑白分明，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熊猫妈妈将宝宝抱在怀里，温柔地舔舐着。这就是首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猫。3个月后，比利时天堂动物园为天宝举行了命名仪式。因为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出生的，所以小家伙取名为天宝，寓意上天赐予的宝贝。6个月时，天宝已经非常调皮，会跃跃了。还因为被奶妈喂得太胖，被称为巨婴。2019年4月，天宝的妈妈又进行了2次人工受精，生下双胞胎宝弟宝妹2只大熊猫。为了更好的照顾熊猫宝宝，比利时动物园还把我们中国的奶妈一起租了过去。像这种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还能看见中国饲养员的情况实属少见，可见比利时对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多么用心。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被誉为比利时最美的动植物园，大熊猫居住的熊猫馆占地4.5万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整个场馆建设花费高达800万欧元。可以说，在比利时的熊猫绝对是皇帝级别的待遇了。而根据合同规定，在国外出生的大熊猫必须在4岁之前返回中国，因此今年天宝就要回国了。让我们一起关注国外旅居大熊猫的生活吧。好消息，丫丫将从上海搬往北京动物园了。近日有消息称，丫丫即将结束为期1个月的隔离检疫，回到她的出生地北京动物园。据说运送丫丫回家的笼子已经准备就绪。上海动物园的奶妈近日也向网友透露，丫丫回国1个月体重就飙升24斤，皮肤病也有了很大的好转，胖了很多，24斤多，皮肤病已经差不多了，说80%以上了。不仅如此，因为长期饥饿导致的肠胃疾病也已好转。所以预计5月28至29日就可以回到北京动物园，但考虑到丫丫肠胃疾病还未彻底痊愈，长途跋涉可能会让丫丫的身体再次遭受伤害，所以具体归期或许会适当延长。丫丫回国当天就收到了新鲜的竹子，还喝上了盆盆奶。从官方公布的一段视频看，丫丫回国后并未产生任何不适的反应。新房子里的竹子堆成小山，室内还加装了空调。据奶妈透露，丫丫吃的水果和竹笋都是最新鲜的。从丫丫回国后的状态也可看出，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美国孟菲斯说，丫丫是因为年龄大了才会褪毛、严重食欲不振导致瘦骨嶙峋。可丫丫才回国1个月，我们就养得白白胖胖的，而且国内的老年大熊猫也没一个像丫丫这么瘦的，更没有的皮肤病不给治疗的。如今丫丫80%以上的皮肤病都好了。可见孟菲斯那边根本就没有用心在照顾丫丫。要知道，小时候的丫丫不仅又白又胖，还颜值超高，就是因为长得美才被孟菲斯的人选中前往美国。再对比现在的样子，简直天差地别。更别说没能等到归国日期就客死他乡的乐乐，不知道生前遭受过怎样的虐待。本以为丫丫和乐乐过去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想到他们在国外20年一直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直到国内的专家和奶爸过去，丫丫的生活饮食才有所改善。不仅吃上了新鲜的竹子，日常还有苹果窝头不断。北洞的王鹏馆长是丫丫小时候的奶爸，这一次也是他亲自请缨赴美接回丫丫。想必丫丫回到北洞后会得到最好的照顾，更何况还有萌兰那个小熊精陪伴着丫丫。到时候丫丫不仅能治好身体上的伤，心灵上的创伤也能得到治愈。现在萌兰每天在隔壁为丫丫监工，迫不及待的心情就像千千万万的国人一样。希望丫丫能在北洞快乐的度过熊生。